关注人工智能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键盘上的上档键。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会一步一步的解密智能是如何出现的。现代生物学认为，最早的细胞诞生于43亿年或者36亿年之前。这个细胞是细菌、古菌、真核生物的共同祖先。科学家给这个共同祖先给了一个名字，叫做卢卡。那么它是4个英文字母的4个英文单词的一个缩写，叫做 Last Universal Common Ancestor。那么中文名的话，我们就暂时称之为卢卡吧。那么从卢卡开始，一直到今天，只有3个门的动物，或者说3种动物，它演化出了复杂的个体行为。那么就比如说狩猎啦或者养育啊这些行为。那么这3个门分别是节肢动物门、软体动物门和脊椎动物门。那么这其中呢，只有脊椎动物门里面的人类演化出了意识，而驱动所有这些复杂行为，甚至驱动人类意识的基础，就是神经网络。由此可以预见，人造智能甚至意识的出现，必然只能诞生于人工神经网络，也就是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ANN， 构成人类或者生物神经网络的最小单元，那当然就是神经细胞。那么在大脑里面有无数的神经细胞组成，那么我们把这个神经细胞就称之为神经元，就英文的话就叫 neuron。同样，以生物神经细胞以生物神经网络作为模仿参考对象的人工神经网络最小单元，那么很自然我们就称之为人工神经元，也就是 artificial neuron。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科学家们是如何把一个人类大脑里面的神经细胞变成一个人工神经元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大脑皮层的神经细胞的照片。那么是这样子的，背景呢是淡黄色的，其中深咖啡色的就是一个神经细胞，也就是一个神经元。是不是有点像一棵树和它的树根呢？我们把这个神经元放大画面出来了，就是这样子的。我们知道一个神经元它就是一个细胞，这个细胞里面这一块最大的地方，那么它就称之为细胞主体。它和其他的人体细胞是一样的，那么有细胞核内质网线粒体高尔基体等等组成细胞的一个细胞器。这些东西呢，细胞器呢是保证细胞正常代谢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那么毕竟细胞只有活下去才能让它继续干活，对不对？我们知道呢，在神经细胞内部，那么它传递呢实质上是一个电信号。那么如果细胞死掉的话，它哪里来的能量去传递这些电信号？所以的话，这些细胞器里是所有的细胞都有的。那么神经细胞那显然也不例外。那么这幅图里面呢，在神经元细胞主体的周边，那么伸出来这些吱吱呀呀的像大树的根一样的触角。那么这些触角的名字呢，就叫做树突。树突呢，它会进一步呢分成更多的小枝。那么比如说像这里，那么这些树突的小枝呢，会和它周边的其他的神经细胞相连，获取它们释放的信号。那么获取这些信号以后呢，这个树突就会把它放大、缩小或者反转，然后再传递到细胞主体内。那么在细胞主体内就会把这些接收过来的信号进行一个加总和合并。那么我们再看看，这里有一条比其他的树突更加细长的触手，有点像大树的树干，那么也有点像一根轴承。那么所以呢，这条最长的这条触手呢，就称之为轴突。
轴突呢，它是远离细胞主体的一端呢，它也会分出来很多的小枝。那么小枝的末端呢，就称之为突触末梢。那么这些突触末梢呢，它也会和其他的神经元连在一起。那么或者呢，它会和肌肉细胞连在一起。那么像细胞内，如果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神经细胞拿到的其他的神经元的一些输入信息之后，在细胞主体内进行加总之后，它这个加总呢，它就会产生一个电势。那么如果这个电势的话，就可以简单的理解成一个电压。那么当这个电压达到一定阀值的时候，那么这个轴突那么就会向其他的神经元或者说是肌肉神经，那么传递这个电信号。如果的话，它这个神经元它的轴突连接的是肌肉细胞，那么它就可以向肌肉细胞发送一个，比如说收缩或者放松这样子的指令。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观众朋友就可以一边眨眼一边抖腿来观看主播的视频了。那么如果呢，这个神经元的轴突它连接的是其他的神经元，那么被这个神经元处理过的这些信息就会继续顺的流出这个神经元，去流向和它有链接的其他的神经元，这些信息就会被进一步的处理。不好意思，我想请问一下，这个神经元之间传递的信号最初都是从哪里来的呀？好问题啊。最初的信号，它的来源是我们的感官。那么比如说眼睛看到的画面，耳朵听到的声音或者语言，那么嘴巴咀嚼的一些美食，那么这些都是最初的信号来源。当然了，我们比如说胃痛啊、疲劳啊、饥饿啊，那么这些也是我们的整个的神经元的信息来源。那么像比如说恐惧啊、憎恨啊、爱恋啊、慈悲啊等等，这些就是比较高级的感情啊。通常认为它是在神经网络全局层面产生的一个感觉。那么整体的完整的机理呢，现在神经科学还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的话，就是这些高级的感觉也是在神经网络中产生并且传递的。当然这里面还有可能会有人体内的一些激素和神经网络相互作用的一些复杂的相互作用的一个结果。总之一句话就是不太清楚。但是解开这个奥秘的话，它可就是诺奖级的一个发现了。主播还是非常期待我们的观众朋友里面会有这样子的伟大的人才出现了。那么有了生物学对神经元功能的详细拆解之后，那么我们就可以去造一个人工神经元了。首先，神经元只要能干活就行，它不一定要是一个细胞，所以维持细胞的那些东西都是不需要的。什么细胞核啊、内质网啊、线粒体啊、高尔基体啊等等的组成细胞的细胞器都是不需要的。那么这些细胞主体呢，就可以用一个圆圈来替代，那么我们称之为主体。那么之前说过，神经元的树突，那么它分了很多的小枝，那么作用呢，就是接收其他神经元的信号，再传递给自己的细胞主体。那么我们就可以简单的画几条线，那么代表这个神经元从其他神经元那里接收到的信息。那么我们暂且呢就叫它输入线。那么轴突的末端呢也会分叉，那么它也会去连接其他的神经元。那么它的作用是输出本神经元加工汇总后的一个信息。那么我们也可以简单的去画一条直线，代表我们这个神经元对其他神经元的一个输出链接。那么我们暂且呢就可以称之为输出线。于是乎，
人类大脑的一个神经细胞就变成了一个人工神经元，看上去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圆圈以及一些代表输入输出的小棒，也就是线段，是不是突然感觉神经元变得非常简洁明了了呢？刚才说过，神经细胞传递的是电信号，是电势的一个强度。很显然，电势的强度是可以用一个带单位的数字来表示的。这样，在人工神经网络之中，我们就可以把信号直接简化成一个数字。那么，人工神经元它就可以传递数字。这样，人造神经元收到的它就是一个数字。那么，比如说，我们这里是有6个输入，它们分别是0.83、1.57、16.82、3.21、-2.58、0.76等等。然后这些输入的数字到输入线的时候，我们再会让它乘以一个常数 W， 也就是放大、缩小和反转的一个倍数。那么我们知道，当这个倍数 W 大于1的时候，它就是放大的信号 ；W 小于1的时候，它就是缩小的信号 ；W 小于0的时候，它就是说整个信号被反转了。那么它起到的就是一个相反的作用。这里的 W 呢，我们就是科学家的就一个数叫做权重。比如这个例子里面呢，我们就对每个输入有一个权重，我们就是说乘以的倍数。比如说这个例子里面，它分别是1.26、3.48、负的0.05、负的1.62、负的1.56以及0.32倍。那么从输入线过来的放大、缩小、反转后的信号，那么就会被传递到主体之中。那么在主体里面进行一个求和加总。那么在我们这个例子里面呢，就是输入乘以一个倍数，那么它就是1.26乘以0.83加上3.48乘以1.57加上负的0.05乘以16.82加上负的1.62乘以3.21加上负的1.56乘以负的2.58加上0.32乘以0.76，然后我们计算一下，就会得到最后的值是4.7362。获得这个求和加总以后的值以后呢，主体呢它还会给这个求和的值再加一个主体自己加上去的值。那么这个值呢，我们就称之为偏置。那么比如说在我们这个例子里面，我们举个例子，它比如说这个偏置是负的1.432，这时的主体内的值就变成了刚才计算出来的4.7362加上一个负的1.432，那么我们计算一下，它得到的就是3.3042。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有在神经元里面就有这个数字的3.3042，然后神经元它会决定这个数字是不是需要输出。那么如果需要输出的话，它会和一个阀值去比较。那么如果大于这个阀值的话，它就输出；如果小于这个阀值的话，它就不输出。那么比如说我们在这里的一个阀值是2.5，那么显然3.3042是大于2.5的。那么这时这个神经元就会传递一个值给后面的和它有链接的那些神经元，那么作为对它后面神经元的一个输出，也就是后面神经元的一个输入。好了，这就是一个人工神经元了，是不是非常简单啊？小学数学都够了。古人云：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所谓的人工神经网络，其实就是把更多的神经元叠加起来，然后连接起来。就像砖块搭房子，用砖块去搭围墙一样。我们就是用数以万亿、数以亿计的神经元去搭一个神经网络。那么无论是老鼠、海豚、章鱼，还是人类的大脑里面的神经网络，都是由一个个的神经元细胞链接组成起来的。而所谓的神经网络学习过程，其实实质上就是去找刚才说的每条输入线上它放大、缩小、反转的一个倍数，以及它输出的时候的那个阀值，找到这些数字，实质上就是神经网络的学习。
全世界最聪明的大脑数十年如一日坚持研究，全世界主要大国大公司投入巨资研发的，其实就是这些内容，就是他要找到一个更好的神经网络的结构，更快的方法去确定这个输入线上放大的缩小的倍数，以及更适合的输出的阀值，仅此而已。听上去比较简单啊，但实质上我们只要看一个这个在人工智能投入的这个几乎是有史以来人类投入最大量的资金，以及数以万亿的人最聪明的大脑，他们已经研究了几十年了，我们就可以直观的感觉到神经网络这里面的坑啊，那是深不见底，广如穷宇。对神经网络的探索，那比起上青天、登月、登火星，那的复杂程度还要再高数以万倍。毕竟，神经网络是通往上帝的巴别塔。好，在接近尾声的时候，让我们再次回到这个神经元啊。那么之前的这个例子呢，我们这个神经元的输入值实际上也已经确定了，是 0.31.576.823.21 负的 2.58 以及 0.76。那么输入线上对输入相乘的一个倍数也已经确定了，它们分别是 1.26 3.48 负的 0.051 负的 1.62 负的 1.56 以及 0.32 倍。那么阀值也确定了，它是 2.5。那么我们知道，在一个神经网络中，它可能有数以万亿计的神经元，而每个人工智能呢，它都有着自己不同的神经网络和神经网络结构。显然这个神经元在不同的时刻、不同的神经网络里面，它接收的一个输入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怎么去更通用的表达一个神经元呢？其实很简单，就是给输入、输出啊这些所有的关键的值，给它一个符号。就比如说我们输入，那么称之为 x， 那么输入有好多个输入，那么分别就称之为 x1、x2、x3、x4、x5、x6。那么这如果还有更多的话，就一直叫下去，可以到 x100、x10000都可以。那么对于每个输入线上乘以的相对应的乘以的一个倍数，那么我们之前也说过，它叫做权重。那么我们也可以给它一个编号，叫做 W。那么它也可以对应出来变成 W1、W2、W3、W4、W5、W6，那么一直下去可以到 W10000甚至 W1亿。如果有这么多输入的话啊，那么显然在这个神经元的主体中进行求和，然后再加一个主体的值，那么这个值称之为偏置。那么偏置呢，我们可以用 B 来表示。那么这样子在主体中的一个运算，求和加偏置运算，那么它就会变成W1 乘以 x1 加上 W2 乘以 x2 加上 W3 乘以 x3， 加，然后有多少就加多少，有多少输入它就加多少，那么最后再加一个偏置 B， 那么它看上去就是这样子的。那么接下来的话，大家肯定也猜到了，那么我们就还需要一个阀值，那么我们给阀值也用一个字母替代，用 H 就好了，对不对？但是呢，现实世界呢比这个稍微复杂一点点，就是说这个阀值呢，其实不简单的是一个值，而有时候呢它会是一个函数。那么这个在决定这个神经元是不是要输出的这个函数，那么我们就称之为激活函数，activation functions。我们这里呢就写成 fx。当然一个简单的阀值，那么它也可以写成一个函数啊。就比如说我们刚才用的阀值 2.5， 那么就可以写成一个这样子的函数，就是说 fx 等于 x， 那么当 x 大于 2.5 的时候，那么 fx 等于0，那么当 x 小于等于 2.5 的时候，那么这个实质上就是我们刚才一个神经元用到的一个激活函数，也就是它的阀值是 2.5。既然都讲到这里的话，我们就再讲一个神经网络里面非常常用的一个激活函数，它叫 ReLU 函数。
中文的译名的话就比较长，它叫整流线性单位函数，英语的话就是 rectifying the linear unit。名字呢非常的复杂，但是这里的定义呢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它的定义呢实际上就相当于就是整个阀值为0的，我们用了刚才阀值是 0.5 嘛，那么这个函数实际上就相当于定义阀值为0。那么它写出来就是说，当 x 大于0的时候，那么这个激活函数的输出就是 x 就等于它的输入。那么当这个输入 x 小于0的时候，那么这个激活函数的输出就是0。如果写成一个数学的方式的话，就是这个激活函数 f(x) 等于 max 0和1，就是说它的输入如果大于0的话，它就输出原样输出；那么如果它的输入小于0的话，那么它就不输出，那它的输出就是0。需要注意的一点的话，因为这里面式子里面的一个 x 的话，它不是神经元的一个输入的 x， 那么这里的 x 是指这个整个神经元在神经元主体里面求和加偏置以后，传递给激活函数的这个变量。当然了，大家可以想象，就是激活函数呢，其实还是有很多种的，那么不仅仅是阀值这一种。那么我们之后在讲解神经网络算法的篇章中，还会慢慢的和大家介绍。那么现在大家只要记住 ReLU 这一个函数这一个激活函数就可以了。那么就继续往下，那么我们看还有什么东西没有被字母替代啊？对的，就是输出。那么我们输出呢，我们这里就给一个 y。那么输出的话，它整个神经元的输出，我们用字母 y 来替代。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把这些 x 啊、w 啊，还有 b 啊、激活函数 f(x) 啊，还有输出 y 啊，全都拼在一起，那我们就可以写成一个公式了。那么这个公式就是 y 等于 f， 然后 f 里面一个大的括号，括号里面就是 w1 乘以 x1 加上 w2 乘以 x2。然后加，有多少输入就有多少的权重，然后把输入和权重都乘在一起，加好以后再加一个偏置 b， 那么看上去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公式。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括号里面的公式呢，其实它是有规律的啊，它就是两个数字 w 和 x 相乘以后再加起来。那么为了看起来更顺眼一点，那么那些吃饱了饭没事干的那些数学家就引入了一个符号，那么这个符号呢就叫做西格玛，它的意思呢就是连加，把所有东西都加在一起。于是呢，上面的式子呢就可以写成了这个样子。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那西格玛实际上就是连加。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权重 w 下面有个小标 i，x 小标也有个 i。那么这个 i 的话，实际上就是代表了这个是第几个输入和第几个权重。那么这里面就是1、2、3、4、5、6、7、8。那在我们的例子里面就是6。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西格玛它下标有个 i， 从1到 n。那么在我们的例子里面就是从1n 就等于6。那么它代表有多少个输入？那么这里刚才也说过，这个 b 就是一个权重，那么 f 就是一个激活函数。那实际上呢，这两个函数是完全等价的，它只是看上去更清爽了一点。这个式子是不是已经非常简洁了呢？但是呢，数学家是有强迫症的，他怎么看这里面的一个 b， 看上去都是非常的别扭。偏置 b 为什么要放在这里面呢？能不能把这个 b 也塞到这个西格玛里面去呢？那这个办法肯定有啊。数学家虽然有强迫症，但是聪明还是很聪明的我们可以非常简单这个我们把 b 写成 x0 就好了，对不对？我们虽然这个 b 是主体产生的一个值加进去的值，但它也是一个值嘛，对不对？所以大家需要注意一点就是这里面我们把 x0 把 x0 代替了 b， 其实我没有改变任何东西，只是把符号修改了一下。那么之后的之前的那个长式子就变成了输出 y 等于激活函数 f， 然后里面加起来就是 w1 乘以 x1 加上 w2 乘以 x2， 一直加。
然后有多少输入，有多少的权重，全都相乘以后加起来，最后加了一个 x0，而不是加的 b， 对不对？它只是一个简单的符号的替换。然后呢，我们再把 x0 放到整个长式子的前面，它就变成了 y 等于 x0 加上 w1 乘以 x1 加上 w2 乘以 x2， 一直加，有多少输入就有多少的权重，然后呢乘好以后加在一起，对不对？另外我们还知道 x0 就等于1乘以 x0， 任何数乘以1它都等于任何数。这个是不是大家都知道这一点啊？那么这个式子就变成了输出 y 等于激活函数 f， 然后整个括号里面是1乘以 x0 加上 w1 乘以 x1 加上 w2 乘以 x2， 然后一直相乘加下去，有多少输入就有多少的权重，然后它们乘起来加在一起，对不对？为了书写整齐我们再给一个定义，就是让 w0 等于1。如果 w0 等于1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给权重，它也对不起，我们给它偏置 b， 或者说我们现在写成 x0， 也给它一个权重，就是这个叫做 w0， 然后 w0 呢正好等于1，然后这个式子呢就变成了输出 y 等于一个激活函数，激活函数里面的括号里面就是w0 乘以 x0 加上 w1 乘以 x1 加上 w2 乘以 x2， 一直加下去，所有的都是输入 x 加上乘以一个权重，然后一直加下去。这个公式是不是顺眼很多啊？特别整齐，对不对？然后我们把这个长的公式再用数学的一个求和公式西格玛然后把它缩写一下，整个公式就变成了这个样子。整个西格玛 i 从0到 n wi 乘以 xi， 这当然这里面的w0 是等于1的，x0 它就等于一个偏置 b， 但这个公式看上去就特别简洁了，对不对？特别好看。这样我们就把一个人脑中的神经细胞最终简化成了一个数学模型。观众朋友们有没有感叹数学的神奇呢？一个人脑中的神经元就这样简简单单的变成了一个数学模型。俗语说得好，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今天我祝贺大家已经成功了一半了。以上就是产生人类智慧的神经网络的最小单位神经元的介绍了。创造一切智慧的零件已经摆在了你的手上，让我们在后面的视频中一起用它去建造智慧的大厦吧。最后再次感谢您的观看，还麻烦您高抬贵手，点赞关注，在评论区留言。那么我们下期再会。